美国恢复军火产能，要向中国证明军援台湾的能力，但却闹了一个大笑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祥少。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军将军援乌克兰看成是未来军援台湾的样板，但是自以为军力强大的美国，却因为赶不上乌军的弹药消耗速度而陷入焦虑。美国最高军事将领米利称，乌克兰战争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有限的区域战争中，传统弹药的消耗率之高，令人难以置信。美国现在每个月的155毫米炮弹的产能只有1.2万枚，正计划增加到2.4万枚，不够乌军打几天的。俄乌冲突的前6个月，美国转移到乌克兰的标枪导弹的数量是美国军工企业7年的产量。美国外交事务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迫在眉睫的军火危机》。这篇文章指出，由于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台湾地区当局推迟了从美国购买陆射小直径炸弹的计划，要到3年后才会继续进行采购。美国军工企业就算全力生产，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弥补热门武器的库存，这里面就包括标枪、毒刺、海马斯火焰弹，它们目前都处于极度短缺的状态。这也意味着美国没有足够的库存弹药来满足对中国战争计划的需求。此前，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进行的美军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兵棋推演中，美军需要在长达3周的冲突中消耗掉5000多枚远程导弹，而美国仅在1周的时间内就会耗尽反舰巡航导弹库存。更严重的是，美国光有远程导弹还不行，还需要考虑如何在冲突发生之前将传统弹药送到台湾岛。美国需要评估乌克兰战争和潜在的台海冲突中的总弹药需求量，加快签订合同的流程，以及向中国展示美国开展持久战，在冲突中将弹药、武器系统和专业操作人员实际交付给台湾地区的能力。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还有机会向中国展示强大的弹药生产能力，进而阻止中国统一进程吗？似乎根本就不靠谱。首先，美国的传统军火产能在台海冲突中的作用几乎为零。美国在乌克兰战场上需要生产更多的是155毫米榴弹炮炮弹、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而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时，更需要的是防区外反舰导弹和远程巡航导弹。前者属于常规战争中的传统弹药，而后者则是属于高精尖的远程打击弹药。所以，美国为了对付俄罗斯，需要恢复155毫米榴弹炮弹的产能，而拿这些东西来对付中国，可能根本就用不上。第二，美国有在台湾地区建立弹药库的想法，但是此举等于给解放军送人头。就算美军扩大了传统武器的产能，一旦台海发生冲突，几乎就没有任何可能再往岛上运送弹药了。所以，美军现在正在与台湾地区当局协商，要在台湾岛上建立弹药库。但是，你在和平时期在台湾地区建弹药库，解放军可不会惯着你。这些弹药库随时都有可能被摧毁，这估计与送人头也差不多了，因为他们离不开中国提供的高能炸药和导弹推进剂。只要美国敢和中国打仗，武器生产供应链就会被中国卡脖子。而更关键的是，中国自己生产炮弹可不会受任何限制。美国要想恢复传统武器的产能，而且还不受中国的限制，那么就只能自建弹药供应链。其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其弹药的平均成本很高，因为中国生产的炸药和导弹推进剂远比美国人自己造要便宜得多，而美国甚至都没有高能炸药的产能。第四，去工业化的美国要想再建立起传统的庞大的军火产能，将会给其军费开支带来严重负担。中国扩大弹药产能很容易，因为我们在供应链
技术人员等方面都不缺。而从美国计划扩大15毫米榴弹炮的计划就能看出来，他们要把目前的产能提升到1个月6万发，整个过程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这个代价应该是非常高的。另外，就算美国在通过几年的努力，又恢复了传统弹药的产能，其数量与中国相比根本就不够看的。再加上美国也不知道解放军什么时候会采取对台军事行动，如果美国制造了太多的炮弹和导弹压在仓库里用不上，最后还得花钱销毁，这些钱恐怕就得打水漂了。总体而言，美国就算扩大了传统弹药的产能，也不过就是推进了一点对台军售的进度，根本就无法改变台海军事力量对比。何况要想跟中国大陆比武器弹药的产能，美国在这方面可就差得太远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